传统观念里，拥有手艺才能安身立命。相比都市，中国的乡村更能感受到手工技艺的温度。秋收过后，黄土高坡褪去颜色，张世新正在等待合适的天气。这天做挂面老香了。盐和水，几十年的经验使配比精确无误。白面加入盐水，使蛋白分子的阵列变得紧密。反复揉压，增加弹性。张世新今年腿病复发，行走困难，一次和面35公斤，只能由老伴儿一人完成。午夜时分，醒面时间已经足够，现在要开始搓调盘面的工序。张世新年轻时手艺一流，远近闻名，外乡人慕名来学徒。妻子的手艺也是嫁到张家后学的。我15岁挂上挂面，一直没有流传。挂面的构成刻度的讲明。挂面做得好，能卖到县城甚至更远。靠这门手艺，老两口拉扯大了5个儿女。晒干的挂面易于贮存，每根直径1毫米左右，持续发酵产生中空的细孔，口感细腻绵软。中国出土过4000年前的面条，这种曾叫汤饼的主食，广泛存在于中国人的生活。地域迥异，粗细不同，形状不一，制作方法也各显神通。面条最为素净，既是简朴的果腹之物，也可以衬托任何食材，容纳万千滋味。破晓时分，盘面完成2次发酵，到了施展拳脚的时候。陕北空气干燥，水分蒸发快，绕面的速度是成败关键。放入专用的面箱，第3次发酵，等待面条更大程度的舒展。黄土高原，古老文明的发源地，农耕的传统在这里世代延续。每一口窑洞里的家族，长辈最在意的莫过于给孩子留下什么。物质是有限的，手艺是自己的。但年轻人的观念却在悄悄改变。谢谢上来。年轻人外面世界比家里面好的呀。
打工了，出去转一会儿了，学挂面的基本上是没有的。爷爷不便走动，到了儿孙们接过担子的时候。做好了吗？捞出了吧？捞出来。就问，这才跨边。称面杆儿从中间精准分开，面的柔韧与重力的合作恰到好处。160根一挂，能拉长到3米。银丝倾泻，接受阳光和空气最后的塑造。老人们就是挂面，基本儿上生意是传脱下来，一代传一代，一代传一代，传下来。洁白的挂面，为苍凉的黄土地和一家人的日子，都增添了几分暖意。所谓心传，除了世代相传的手艺，还有生存的信念，以及流淌在血脉里的勤劳和坚守。与北方面食不同，长江以南人们更喜爱米制糕点。这不是简单作坊能够完成的，工艺精密，品种浩繁，需要精美绝伦的手工和严密的传授体系。糯米酒，精细加工存在于每一个环节。糯米加水研磨，经过处理的糯米粉质地更加均匀细腻。水磨糯米粉与精米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，创造多变的口感。这是制作苏式糕点的基本功。糕点厨师是运用各种兵器的行家。应季而变的馅料取天然色香，夏秋薄荷，冬春玫瑰。中国的厨房，处理米面点心的工种称为白案。精巧的手工是行走白案江湖的根本。收拾蟹发干。厨师作为传统行当，一直以师徒的形式在中国延续。今天，年轻人通过学校教育掌握烹饪基本技能，但要成为真正的厨师，仍需要一位师傅点化。师徒，中国传统伦常中最重要的非血缘关系之一。
揉面是最基本的，你的面团就体现了你的力量。继续。吕杰明门下学徒20个，并非人人都能得到真传。阿苗刚满20岁，老家苏北，3年前高中毕业，跟随父母来到苏州。我爸常年在外面嘛，家里面全是我妈做的，就想挣点钱帮家里面分担一下，就不用再花家里面的钱了。像他们说的，女孩子嘛，不用那么努力，然后找个好一点的婆家嫁了，我觉得还是自己挣的钱用的比较踏实。蟹黄烧麦1份，虾肉小龙1份，阳春面，再来一个餐包，老糕1份。手上面就是一杆秤，这一批老糕颜色可以了，但是你的厚度还不够，师傅怎能领进门？今后还是要考虑自己。面对严厉的师傅，阿苗每天心惊胆战。好，可以了，拿到山里去吧。反复练习的三角团，终于得到师傅认可。第一次，他的手艺可以上桌。小小的成就感激励着这个女孩。每天收工后，只要有剩余的食材，阿苗就会留下来继续练习。苏式糕点，中国汉族糕点的重要流派，与古典园林一样，是苏州的标志。这座城市的另一面，现代化的世界工厂吸引着700万外来人口，造就了当今中国第2大移民城市。飞速变化的生活中，古老的传奇依然在上演。在白岸江湖行走多年，吕杰明身怀一门绝技。我们苏州的传点必须要有线性，植物的，一般我们加，比如像豆沙、莲蓉啊；动物的，我们加肉类的线性。将带馅儿的糕团制作成惟妙惟肖的动植物造型，从塑造汉字到塑造糕团，象形一直是中国人的独门心传。这种别具一格的糕点，已经不是单纯的食物，而是更高层次的对生活情趣的审美。制作传点，既需要灵巧的手法，更需要先天的悟性。能见识到这门手艺，已经是莫大的奖励。师傅则有另一番用意。为了延续苏式糕点的传奇，他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接班人。汕头日新月异，阿哲正在尝试突破。文蛤、花蛤、豆腐鱼，顾客可以自由搭配。传承4代人的蚝烙，在他手里变换出新意。阿哲经过反复实验，不断地往传统蚝烙中添加新的食材。原本最熟悉的小吃，给食客带来意外的惊喜。一门手艺的生命力，正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升华。随着时代而流变的美味，与舌尖相遇，触动心灵。
上海浦东三林堂曾有一个乡村厨师群体，人称铲刀帮。他们结伴闯荡上海滩，历经1个世纪，人才辈出。其中有一个家族5代为厨，经过数十年磨砺，至今仍活跃于厨界，终成1代宗师。李明福掌管家族经营的小餐馆，每天早晨5点，他要去市场采购。今天晚上呢，全部做完了。最近几天呢，天气的每个岗位都注意点。接下来我们也忙了，客人马上要来了。每个晚上，后厨都是一番刀光剑影。李月掌勺，李威操刀。李明福的2个儿子是厨房里说1不2的将领。这对孪生兄弟的厨艺青出于蓝，李明福不再需要亲自下厨，家族的手艺得以传承，是他最大的欣慰。在本帮菜的江湖里，83岁的李伯荣靠一身功夫赢得一世之名。拳不离手，曲不离口，功夫没有捷径。李威、李月都是从14岁开始跟随李伯荣学习厨艺。刀工，中式烹饪的核心技艺，代表一个厨师的功力。蓑衣刀法，依靠手腕控制，下刀的力度、位置、方向，全在方寸之间。整鱼脱骨，考验对食材结构的了解，精确割开骨肉相连的节点，完美分离。极致刀工如同高深武术，只有手上功夫练到纯熟无比，运刀才能随心所欲，游刃有余。本帮菜中的刀工菜扣三丝，李威的绝活。火腿、鸡脯、冬笋3种极鲜的食材，先劈薄片，再切成直径不到0.5毫米的细丝。
食材事先煮熟，切丝，为了扩大食材与汤汁的接触面。蒸制过程中，3种味型同时释放，融为一体。细致的刀工更能让食材呈现出独特的美感，美味与形色兼顾，正是中国人的饮食哲学。